忽然，小鱼儿单手放于胸前，捏出奇特法诀。他在干嘛？这一幕引起神族众人警觉，因为他们发现小鱼儿法诀一出，他整个人的神态与气势都变了，一股奇异的力量自小鱼儿体内散发而出，那力量强大无比，但却与他神族祭坛并无关系。刹那间，虚空之上风云变化，竟有滔天巨浪之虚影覆盖整片虚空。异象现世，阻止他！神医察觉不对，立刻下达命令。神族众人纷纷出手，无数道金光锁链从天而降，皆向小鱼儿缠绕而去。可那锁链竟无法靠近小鱼儿，被小鱼儿周身散发的力量挡下。见状，神白以及其他神族天神也是赶忙出手，可同样无法限制小鱼儿。神医剑眉倒竖，手掌探出，对着小鱼儿一抓，金光四溢间，金灿灿的武力大网从天而降，照向小鱼儿。可那金色大网靠近小鱼儿，竟融化开来。小鱼儿周身的力量仿佛无坚不摧，他们竟奈何不得。很快，小鱼儿竟自献祭之地漂浮而起，升入高空。而异象虚影越发强大，竟从天而降，笼罩天地，整片天地都被汹涌的浪潮充斥。虽是异象不会真的造成影响，可隐隐间甚至能够听到海浪的声音。是借助我族献祭大阵施展手段吗？可恶的丫头，真是罪该万死！神医等人反应过来，意识到他们被小鱼儿利用了。难怪小鱼儿坚定的选择献祭自己，实际上他根本没打算就那样妥协，他是利用神族的献祭大阵内的力量来施展他自己的手段。而神医他们猜对了，小鱼儿的爷爷以及父母还有仙海少羽此刻眼神无比心痛。身为仙海鱼族族人，他们知道小鱼儿将要施展的是什么手段，是仙海鱼族的禁忌手段血脉浸染。此法很难，但只要成功，便可短暂获得远超于自身的力量，但这代价便是死亡。忽然，耀眼的金光以及磅礴的杀意向仙海鱼族众族人压迫而来。是神医奈何不了小鱼儿，对仙海鱼族族人发动了攻势。哗啦啦！可很快金光散去，仙海鱼族毫发未损。是小鱼儿出手了，一重蓝色的气焰宛如波浪一般覆盖了仙海鱼族的所有族人。也正是那重蓝色气焰挡下了神医的攻势。鱼儿，你此刻仙海鱼族众位族人内心无比痛苦。小鱼儿的手段还未形成，可却在这个时候施展出了强大力量护住了他们。这对于小鱼儿完成血脉浸染乃是极大的阻碍，甚至可能会导致失败。但小鱼儿还是双手合并，随后法诀变化。刹那间，天地异象再度转变，海浪更为凶猛，浪潮声音覆盖天地，宛如天地真的化作了海洋世界。而自小鱼儿体内有9道光球漂浮而出，光球越来越大，到后来如同9轮明日悬于虚空之上。很快，其中一个光球碎裂，竟出现一条巨大的鱼出现。虽是鱼的形态，可却十分霸道，威压更是镇压八方。紧接着，第2个光球、第3个光球、第4个光球，直到第8个光球接连破碎。每一道光球都有一条巨鱼出现，这8条鱼的形态各异，但每一条都仿佛具有毁天灭地的力量。那巨鱼被仙海鱼族誉为鱼仙，也是仙海鱼族的血脉根本。此刻，所有仙海鱼族族人都将目光投向最后一个光球，只要最后的光球也能顺利破开，9条鱼仙相融，那么小鱼儿就将成功。凭借鱼儿的血脉之力，这所谓神族也难逃一死。然而，小鱼儿并没有继续破开第9道光球，反而是法诀变化，8条鱼仙立刻缩小，向小鱼儿飞掠而去，最终来到小鱼儿身前，开始相融。这让仙海鱼族族人十分不解，这样不对，血脉浸染必须将全部鱼仙唤醒，如若不然，不仅难度大增，就算真的成功了，所获得的力量也不会特别强。果不其然，那8条缩小后的鱼仙迟迟没有相融成功，且小鱼儿脸上的吃力之色也是越发明显。就在此时，第9道光球破碎，可破碎之后却并没有鱼仙藏在其中。这一幕，神族不解，可鱼族却大为震惊。正常的仙海鱼族族人血脉只有1条鱼仙，而小鱼儿是有9条的，为何现在第9条不见了？哇！可他们来不及去想太多，因为小鱼儿忽然一口鲜血喷涌而出，紧接着身前的8条鱼仙以及天地异象同时溃散而去，小鱼儿也从高空跌落下，再度落在献祭之地。他失败了，唯有那笼罩着仙海鱼族众人的蓝色气焰还在，但这根本没用，因为这蓝色气焰不会一直存在，迟早也会消散。最关键的是，小鱼儿失败之后便真的如同砧板上的鱼肉，只能任由神族宰割了。臭丫头！此刻神柏暴怒，一道金光便射向小鱼儿，是打算直接将其杀死。轰！可那金光还未靠近小鱼儿便散去，是神医出手了。见此情形，神柏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因为纵使是他也对神医唯命是从。神医飞落而下，玩味地看着小鱼儿，有点意思，不愧是本神看上的女人，你的血脉远比本神想象的还要强。
但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你那手段失败了，护住你仙海鱼族的力量也坚持不了多久，不如本神给你指一条明路吧。你继续献祭你的血脉，只要你配合，我还是饶过你的家人一命。闻言，小鱼儿却冷笑一声，你毫无信誉可言，你的话我会信吗？自从神族对他仙海鱼族出手，小鱼儿就意识到这神医的话绝不可信。他从一开始就想好了，要舍弃自己来救全族。原本他是能够成功的，只是太古杀海时，他为救楚风，将血脉中的一条鱼仙融入了楚风心脏，导致其自身血脉不再完整，这才失败。确实，你可以选择不信，但我族的献祭大阵比你想象的还要强，就算你不愿意，也同样能够剥夺出你的血脉，只是效果与你资源差一些罢了。但我想，你鱼族其他人的血脉就算不如你，但毕竟数量足够多，将他们的血脉全部献祭的话，也是能够弥补的吧。神医眯着双眼，那个眼神分明就是吃定了小鱼儿。神医，我希望你能够说话算话一次。小鱼儿看了一眼神医，旋即便爬起身来，跌跌撞撞地走向献祭之地的中间位置。可还没走几步，便因太过虚弱摔倒在地。一阵哄笑传来，神族之人只当刚刚一幕是一个热闹，一切依旧在他们掌握之中。神医没有说话，只是玩味地看着小鱼儿，而神族众人则是准备好了重新催动献祭大阵的准备。轰隆隆！可忽然，远处传来刺耳的轰鸣。神医大人，有人闯入我神族领地。一个手持地图罗盘的神族之人看向了神医。远处轰鸣不断炸响，神族之人并未全部聚集着祭坛之地，还有人守护着神族多处。发现闯入者立刻发动攻势，但轰鸣越来越近，说明神族之人未能阻止来犯之人。而神医等人也是将目光投了过去，天神的目光穿透辽阔之地，很快看到了闯入之人。是他。这其中反应最大的便是神医与神柏，因为那来者他们认识，是楚风。很快，楚风的身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之中。只见他踏空而来，周身被一团结界阵法覆盖，正是那防御阵法挡下了神族的攻势。仙海鱼族众人看到楚风来到此地，皆是神色大变。楚风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但他出现又有何用？不过是多一人赴死。楚风，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神柏不解，毕竟正常来说，楚风不可能知道他们转移到了平原上界才对。而神医也不是第一次见楚风了，初次相见只觉楚风是指寻常蝼蚁，他随意戏耍了一番。但现在的他已是从神柏口中得知了更多楚风的事，他眼中的蝼蚁与仙海鱼儿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。他也是将仙海鱼儿不肯嫁给他的所有缘由都怪罪了到了楚风身上，所以他看楚风的眼神充满了愤怒。不过他没有表现出来，反而讥讽的道：蝼蚁踏足我神族领地，你是所谓何事？是要亲眼看着鱼儿葬送于此吗？楚风没有说话，他的目光并未打量神族众人，而是看着下方，看到那如畜生一般被困住的仙海鱼族众人，其中还有他的兄弟仙海少羽，又看向了面容憔悴跪坐在祭坛之地的小鱼儿。楚风明白了一切，心痛无比，同时怒火翻腾。而在此期间，数百万神族动身，将楚风团团包围。他们一同该出手，无数道带着尖刺的金色锁链释放而出，将楚风的防御阵法缠绕困住，但那锁链却无法破开防御阵法。哦，是天龙界灵师的防御阵，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！你该不会是想用一座防御阵法将小鱼儿救走吧？神医说话间，对着楚风一指，一道金光射出落在防御阵法之上。那坚不可摧的防御阵法竟出现了一道肉眼可见的裂痕，这让小鱼儿等人顿感不妙。神医太强了，那他们看来都无可匹敌的防御阵法，神医却能轻易攻破。而神族众人则毫不意外，神医的战力他们都很清楚，一品天神乃是无敌，万物皆可破。看样子你好像连自己都护不住啊！神医再度讽刺的开口，他本可以再度出手，只要他想，要不了多久便能将那阵法破碎，但他没有，他不急着杀掉楚风，他要侮辱楚风，在小鱼儿的面前侮辱楚风，他要让小鱼儿知道楚风与他相比屁都不是。他怎么不说话？是哑巴吗？一位天神看向神柏，他们知道神柏更了解楚风，是会说话的，但估计是被吓傻了，说不出来话了吧。神柏此话一出，一阵哄笑响彻天地。于他们眼中，楚风也是真正的蝼蚁，但此刻却有了一些变化，是跳梁小丑供他们取乐。杀！就在此时，楚风手腕一转，海啸狂刀与龙焰神刃两把神兵出现于双手之中。哎呦，亮兵器了，我知道了，他是来干嘛的了？神柏说道。干嘛的？有人问。是给咱们表演杂耍的，想要博取咱们一笑，从而饶他一命吧。神柏此话一出，哄笑之声更浓。滋啦啦！可忽然，雷霆自楚风周身浮现，雷纹、雷霆铠甲、雷霆羽翼接连施展而出。但神族嘲弄的目光并无变化，直到雷焰出现，他们才眼前一亮。
因为楚风的修为已是达到了五品真神，但也只是有些意外而已。区五品真神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区别，依旧是蝼蚁。唰！就在此刻，一道身影自高空飞落而下，来到了楚风近前。是沈柏，他探手一抓，无数道金光飞掠而出，形成金色大网，将楚风的防御阵法笼罩。这股力量之下，楚风的防御阵法也是变得扭曲，坚持不了多久，随时可能破碎。楚风，不管你想做什么，但本神可以告诉你，你今日都逃不掉了。沈柏收起笑容，恶狠狠地盯着楚风。他也喜欢小鱼儿，所以他也憎恨楚风。眼见防御阵法岌岌可危，楚风却面色不改，竟闭上了眼睛。蛋蛋等人的契约阵法之内，不只是蛋蛋，界灵大军都在寻找破解之法。咔嚓！可忽然一道声音响彻，所有人都停了下来，同一时间望向大阵中心。而这一看，蛋蛋更是目光呆滞，心跳仿佛停止，那代表着楚风生命的生命石出现了裂痕。与此同时，一道刺耳的声音映入楚风耳帘：楚风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忘记本尊对你的说过的话了吗？是红色雷霆巨兽愤怒的质问。楚风丹田内9只庞大的雷霆巨兽也都察觉到了什么，竟都静止不动了。他们望向同一个方向，一道渺小的身影出现在丹田世界，是楚风。楚风，不可！红色雷霆巨兽再度开口，那是命令。而楚风就在红色雷霆巨兽面前，却背对着9只雷霆巨兽。他目视虚无的前方，眼中有着绝对的坚定与决意。前辈抱歉，若无前辈，我定无今日成就。我也深知，若今日折损于此，定非前辈所望。可我想，生而为人，终有一死，而今日之人，我不能不救。若身体不济，就注定死于今日。那于我而言，其实也无遗憾。就让晚辈任性这一次吧。话到此处，也不等雷霆巨兽回答，楚风便将意识投射到了本体。他睁开眼眸，握紧手中神兵，一阵声音于心中响起：一斩天雷现。轰隆隆，虚空之上阴云密布，雷霆涌现。2斩天雷变，雷霆变化，化为9色，威震八方。3斩天雷合，9色雷霆凝聚一体，落入楚风之身，与其相融。4斩雷化魔，猛然间鲜血喷溅，楚风肉身破碎，化作雷霆之身。而他那双雷霆凝聚的眼睛，杀意滔天，可怕至极。就连先前还嘲笑楚风的神族众人，看到这双眼睛，也是一阵胆寒。怎么回事？这个家伙他怎么回事？难道他不是人吗？许多神族之人惊慌开口，他们都察觉到楚风的气息已是达到了9品真神，1品真神增进到9品真神，此等跨越闻所未闻。最主要的是，那个姿态仿佛凌驾于他们之上，就连他们引以为傲的神族血脉竟在瑟瑟发抖。慌什么？区真神有何可惧？神医怒斥一声，但实际上他的血脉也在颤抖，可却强装镇定，再度看向楚风，面露嘲讽：花里胡哨，看着倒是不错。所以楚风，你今日来此，真的是来杂耍的，以此来博取我们放你一马的恩赐？楚风没有回答，但话语却在心中响彻。血脉技，神雷缚，滋啦啦，刹那间雷霆翻腾，再度变化。楚风身上的雷霆转化为血红之色，虽然单一，但却更为恐怖。红色雷霆的光芒映照天地，世界一片血红。此时的楚风已非人族，化身雷魔。突然，楚风手中神兵猛然一挥，刹那间结界破碎，锁链断裂，鲜血飞溅，在其周围100万神族之人皆是头颅飞起，身首异处，就连天神境的神柏也不例外。楚风凝视神医，终是开口：今日来此，是为灭你全族。